台积电到美国设厂的时候，美方说会用晶片法给予高额补助，没想到条件出炉了。这个晶片法里头呢，不但是要求了台积电必须要分润给美国，而且要求要上缴营收预估跟成本等等的商业机密。对此呢，在党痛批了，美国简直是要把台积电吃干抹净，来扶植自己的晶圆产业。蔡政府拱手把护国神山送到美国去设厂，美国当时还大方说最多可以补助台积电50亿美金，而如今条件出炉，首先得和美国分润，最重要的是台积电等业者要提供营收预估、成本财测和公司运作规划等，同时还要求10年内不得到大陆扩厂。各界炮轰美国难道是把台积电吃干抹净，用商业机密来换补助？要台积电交出所有的技术资料以及营业资料、财务资料，美国现在变成100%的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国家不成啊？把台积电当它的国营事业不成啊？再可恶也不过如此了。他先用个晶圆法案来骗你，商务部公布了，哇，就说我们美国会有530亿，结果事情记变成你要分润，这个先前没有讲，就是渣男的欺骗行为。专家炮轰台湾自己上了贼船，美国只想掏空台积电，扶植自己的晶圆产业。美国人从来不用偷的，他直接用抢。我还指定我要抢这些东西，你必须要给我，就这样完全跟山寨债主没什么两样啊！你们必须把你们的这些相关的资料、技术全部都给我，好让我去扶持我的 Intel 其他这些产业，然后把他们扶持起来，你们就可以滚了，你们就再见了，就死定了。Intel 的这个董事长就公然说啊，美国人纳税钱不能够给外国的厂商来享用啊，这就是把你骗上船了以后，然后就露出狰狞的真面目。台积电董座刘德英也说无法接受这些附加条件，还说要靠自己去找美国政府谈，而南韩政府也急跳脚护航自家晶圆产业。反观蔡政府做了些什么？经济部会来协助业者来沟通。刘德英为什么说他们自己要去跟美国谈？因为他知道找蔡英文死定了嘛，我找你一定更惨。起码像韩国政府那样子的一个做法，那如果不能做到的话，那就是卖台政府嘛。蔡政府亲手把台积电赶上花轿，如今美国露出真面目，让独一无二的护国神山进退两难。记者张